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不知道您是否也意识到了，人类现有的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都在老化，都在出现问题，因此人心思变。在过去1-2年，中国经济跌入了一个低迷的陷阱，这是中国人过去30年都从未经历过的。过去数月，中共释放了一轮接一轮的刺激经济的消息和政策，结果却是一次次亢奋后的失望。中国经济依然在漆黑的隧道中摸索。1个来月前，川普历史性的再次当选美国总统，随后他在第一时间启动的川普革命必将对美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因此整个世界都怀揣着各自不同的复杂心情，焦急等待2025年1月20日的到来。上周，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50多年的统治在11天内土崩瓦解，中东地缘政治和派系纷争从此进入一个新的篇章，这对中东乃至世界是福还是祸？全世界同样在焦虑中关注。最新消息，12月14日，韩国国会弹劾总统尹锡悦成功。无论国会反对党议员提出的表面弹劾理由是什么，本质上这都是韩国政坛左右之争的结果。因此，韩国政治大概率会发生从右向左的反转，并可能引发韩国、朝鲜、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关系在东亚地区重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变化都可能被看作是不同国家的人或统治者正在进行某种尝试，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尝试改变现状，试图以突围的方式谋求新生。人类在寻求未来的出路，这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身处的这个人类裂变期。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美国和中国，看看历史，看看现实。美国的川普革命会让美国更强大吗？马斯克的效率部能挽救美国吗？中国经济和社会破局的关键到底在哪里？11月14日晚，当选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海湖庄园举行了一个庆典活动。好莱坞动作巨星史泰龙在庆典上发表了演讲。史泰龙说，当年乔治华盛顿保卫他的国家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将改变世界。如果没有他，你可以想象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猜怎么着？我们得到了第2个乔治华盛顿，恭喜你，川普。就如我知道，在当今美国有相当多的人和史泰龙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坚信川普的第2任将启动一次新的美国革命，是川普革命的开始。为什么？美国人在4年后再次选择川普，一个重要原因是川普在竞选中展现出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专注于守成的总统。川普整个竞选纲领的底蕴充满了对美国现有政府和社会运行机制的蔑视，展现出他想从根本上重新构建美国政府和社会运行体系的愿望。川普当选后的一系列言行和内阁提名更清晰展现出他的意愿，他希望重构美国政府，而不是强大现有的美国政府，也就是美国人用和平的选举机制给美国带来了一场潜在的革命运动。变革带来机遇，但是和机遇结伴同行的就是风险。这场川普革命可能有3种结局。首先，对美国和世界最理想的结果是革命成功，美国社会从各种奇怪的思潮和扭曲的价值观中解脱出来，从各种束缚人的繁文缛节中和规章制度中解脱出来。美国政府走向高效运作的轨道，美国人的智慧和勤奋被再次最大化的激发出来，美国再次走向强大。同时，美国的成功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典范作用，鼓励更多国家的民众用选票来选择美国示范的道路。这样的结局固然好，但能实现的难度真的非常大。这只可能在川普政府拥有上天的一切青睐，占尽天时、地利和人和等各种因素时才可能发生。
第二种结局，也就是最坏的结局，是川普革命彻底失败。川普反对的一切，从意识形态、媒体到各种利益集团，再到政府官员体系，他们联合起来对川普所有的努力形成强大的反作用力，利用一切机会混乱美国民众的思想和认知，甚至有意制造让社会出现混乱的事件，最后造成川普的共和党在2年后的2026年中期选举中失去参众两院。在随后的2年中，国会和川普政府进入极端的对立状态，让川普政府寸步难行，甚至引发更可怕的社会混乱。直到下次2028年的美国大选中，川普和他的政治团队被彻底赶出美国政坛。从目前川普的执政准备、川普团队的气势以及美国的民意来看，出现这种最坏结局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可能性最大的还是第3种结果，那就是川普革命给美国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运行机制。也就是川普革命给美国带来的是一些量变，但是大的量变其实就非常接近质变。因此川普革命到底能带来多大的量变，这就变得非常关键了。为了让我们下面的讨论更言之有物，我们从川普革命这个大层面聚焦到它的一个具体改革措施。11月12日，川普宣布计划成立政府效率部，并任命马斯克和韦维克这2个政府编外人员来共同领导这个新部门。我们下面就简称这个部门为效率部或 DOGE。 虽然效率部的名字里有一个部字，但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美国政府部门，因此它的设立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效率部将作为一个总统委员会运作，具有准司法性质。效率部计划运作1年半，在2026年7月4日，也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个效率部是整个川普革命中最关键的一步，它有多成功，将直接决定此次川普革命能给美国带来多大的成效。202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7.36万亿美元，但是截止2024年7月底，美国的国家债务总额超过了35万亿美元。更可怕的是，美国政府债务在近些年出现失控的爆炸性增长。这35万亿美元的债务是美国政府过去200多年积累的结果，但是其中2/3，也就是近24万亿，却是在过去15年积累的，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速。美国政府目前支付债务利息的数额已经和美国庞大的军方开支非常接近了。马斯克说他参与运作效率部是为了挽救美国，有人可能会说马斯克这是在吹牛，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运作方式发展下去，美国真的有可能在作茧自缚的同时，把自己彻底花钱花破产。虽然目前从当选的川普总统到众多的国会议员，再到多数美国民众，对利用效率部来提高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运行效率都非常支持，但是效率部在1年半后到底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变化，却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它最终会有多成功，和人为因素息息相关，例如马斯克和韦维克如何具体运作效率部，也和人为因素之外的大环境息息相关。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2个现成的例子，一个让人对效率部的前景感觉悲观，另一个却让我们对它充满希望。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事。川普创建效率部，并邀请马斯克和韦维克这样的政府以外的私人企业家来削减政府花费。很多人对这样的大胆思路感觉非常新鲜，但是川普并不是第一个实施这个想法的美国总统。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为了实现他竞选承诺，缩减联邦政府开支，
联邦政府规模。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了一个由私营部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目的就是找出政府花钱如流水的地方，并致力于提高政府效率。而且这也不是里根的首创，早在20世纪初，类似的想法也有好几个美国总统和政治领袖尝试过。而里根在加州担任州长时，也在加州搞过一个类似的效率委员会。那个委员会给加州政府部门开了不少节省开支的药方。这回里根是把他在加州的这个主意带到了白宫。里根的好朋友企业家格雷斯给他出的一个主意，就是在联邦层面上也搞一个提高效率的调查委员会。基于这个建议，1982年6月30日，里根签署了一个行政令，成立了一个叫总统私营部门成本控制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也因此被称为格雷斯委员会。格雷斯委员会完全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它7600万美元的运行资金都来自私人捐款，超过160位公司 CEO 和企业领导人分别负责36个工作组，近2000名企业高管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里根总统赋予这个委员会极大的权力，他希望委员会成员运用他们的商业经验来提高联邦政府的工作效率，鼓励他们说要大胆，我们希望你们的团队像不知疲倦的猎犬一样工作，在寻找政府低效的过程中，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个委员会积极运作了1年半，最终在1984年1月16日发布了一个正式的调查结果。在一份长达47卷、23000页的报告中，委员会提出了2478条削减成本和增加收入的建议，预计将在3年内为美国节省政府开支4240亿美元。报告中还揭示了当时美国政府的管理是多么混乱，比如国防部竟然花436美元买个锤子，511美元买个60美分就能买到的灯泡。报告给出的政府省钱的建议也是各式各样，比如建议司法部查获的现金可以立刻存入付利息的银行账户来增些利息，财政部可以通过按时支付账单来节省13亿美元等等。可以想象，这个报告让很多人很反感。批评报告的人认为，把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搬到公共部门不一定行得通，甚至可能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当时国会预算办公室和政府问责办公室对占报告预计节省总额90%的400条建议做了进一步研究，然后这2个办公室发布了一个联合公告，说发现实际可能节省的金额只是格雷斯委员会报告预测的1/3，部分原因是双方采用不同的会计算法。最后里根总统通过发布行政令的方式实施了委员会提出的部分建议，一共节省了大约1000亿美元。但是要实施大多数的建议还需要国会批准才行。结果是那些建议因为国会的不配合而最终破产了。里根在做总统时成功实施了联邦税率的大幅削减，这个措施后来证明对刺激美国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里根在任期增加军费，推动星球大战计划。这个军事计划出人意料地拖垮了苏联的经济，成为触发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里根这些减少政府税收，同时又增加军费支出的政策，却造成美国国家债务总额在里根8年任期中增加了1.86万亿。与之相比，格雷斯委员会最终节省下的1000亿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因此，从节省政府债务的角度看，格雷斯委员会是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又不是格雷斯委员会成员可以控制的。那么马斯克的效率部会重蹈格雷斯委员会的覆辙吗？虽然从宏观上看可能性非常大，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对效率部的成功依然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面对40年前格雷斯委员会的前车之鉴，马斯克和韦维克这样的人中枭雄，他们不可能不进行认真反思并未雨绸缪。格雷斯委员会的关注焦点
就是减少政府开支，而马斯克的效率部要达到的目标更广泛。总结起来，主要有4个方面：一、精简政府官僚机构，减少行政程序；二、削减过多的政府法规，减少对企业和个人的束缚；三、减少政府预算中的浪费性支出，优化资源配置；四、重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提升政府效能。因此，效率部可以通过更广泛的手段，例如裁减政府机构、削减政府法规等，来实现提高效率的目标，而不只是在省钱这一个方面。另外，在现有政府构架不变的情况下，能够节省的开支毕竟有限，因此给效率部对现有美国联邦政府构架动手的权利，就给了马斯克更大的操作空间。我们前面提到了，格雷斯委员会的大部分提议没能实施的原因是当时的美国国会不配合。有迹象显示，马斯克和维维克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赢得美国三权分立中司法和立法两方面对实施效率部的目标非常重要。从司法角度，11月20日，马斯克和维维克联合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改革政府的斗志计划》。那篇文章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阐明效率部的司法基础。文章采用以攻为守的方式，提出效率部不是要颠覆现有的美国司法实践，而是要扭转过去数十年中美国行政部门非法获取的额外特权，获取的美国法律允许他们行政权以外的权利。在文章中，他们引经据典，提出他们的效率部要做的事情是和目前最高法院对行政权力司法解读一致的。从国会角度，12月5日，马斯克扛着他4岁儿子 X 和韦维克以效率部代表的身份访问了美国国会山，与共和党议员举行了广泛的会晤，讨论了一系列的话题，包括削减政府支出、恢复政府雇员5天到办公室工作等话题。显然，这是马斯克在为效率部在国会争取人气和支持。据说，最近一些希望削减官僚机构的民主党议员，例如众议员莫斯科维茨，也开始加入支持效率部的议员的行列。另外，还有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例子，也让我对效率部未来的成功感到希望，那就是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过去1年在阿根廷取得的辉煌成就。经济学家出身的米莱，2023年12月10日宣誓成为阿根廷总统。在他赢得阿根廷总统选举前，世界左派媒体称他为极右翼分子。在南美洲，他被人称为疯子。很多人认为阿根廷人选择他是一种彻底绝望的表现。在米莱去年上任时，阿根廷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当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飙升到211%，创30多年的新高。阿根廷的贫困人口达到惊人的57%。阿根廷的中央银行的资产是负120亿美元，同时他拖欠没有付的利息就有100亿美元。疯子米莱在竞选集会上时常手里挥舞着一个让人恐惧的电锯。他声称，在阿根廷的福利系统中，管理社会福利的机构的花费占社会福利总资金的1半，消除这些中间人，贫困人群立刻就能得到双倍的援助。他也是同样挥舞着电锯走马上任阿根廷总统的。他的电锯立刻就开始工作，他把中央政府18个部门一下缩减到只有8个，把内阁成员从21个削减到9个。同时，他还取消了38万条政府法规，随之而来的是裁减了5万名阿根廷公职人员。他成立了一个致力于消灭官僚主义的部门，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消除1到5项法规，任何现有的法规都可能在他们考虑删减的范畴之内，没有例外，没有禁忌。当顾问们建议他谨慎时，他选择加速；当批评者要求他妥协时，他选择加倍努力；当建制派称他是疯子时，他说那是他的信念。他的住所被反对派的无人机监视，他的家人被攻击，媒体在他父亲住院时依然对他持续攻击。
但米莱的回应就一句：没有自由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说，他不是在完成一个政府公职，而是在进行一场关乎人类道德的搏斗。疯子和天才有什么区别？就一点，那就是成功。不成功就是疯子，成功了就是天才。今年9月11日，《华尔街日报》罕见地刊登了一篇正面报道阿根廷现状的文章，标题是阿根廷取消房租租金管制，房屋出租市场蓬勃发展。文章提到2020年阿根廷左翼总统费尔南德斯政府期间，在保护租赁者权益的说法下，通过了一个全球最严格的租金管制法。这个法律要求签署租赁合同长度最低是3年，租金必须以阿根廷货币比索支付，租金可以每年调整一次，但调整的幅度由阿根廷中央银行定。阿根廷常年面临3位数的通胀，比索从2019年到2023年在黑市上对美元贬值了约90%。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子租出去很快就开始进入赔钱的状态。结果是一方面是阿根廷首都大量人找不到房子租，而另一方面大批房主选择宁可把房子空置也不出租。2022年阿根廷首都大约有20万套空置房产，空置率比费尔南德斯推出租金管制法前增加了45%。在一屋难求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房租价格自然飞涨。米莱上任后，快速取消了租金管制法，允许租赁合同用比索或美元计价，而且3个月就可以调整一次房价。结果是，阿根廷首都的房东纷纷把他们的房子重新投入出租市场，当地出租房供应量在短时间内飙增了170%。结果是，排除通胀因素，当地出租房的实际租价在短时间内竟然下降了40%。2024年10月，阿根廷通胀环比上涨2.4%，是过去4年的最低纪录。而且阿根廷政府在过去1周宣布，在连续123年的财政赤字后，今年阿根廷政府首次出现财政盈余，结束了阿根廷长期靠印钱维持生计的局面。更罕见的是，在米莱如此大规模的削减政府开支、裁减政府职位的情况下，阿根廷的失业率和贫困率并没有攀升，贫困率甚至从年初的57%降到了近期的46%。因为阿根廷的经济展现的种种正面表现，美国摩根大通近期上调了阿根廷的增长预期，同时阿根廷比索的价值也趋于稳定，而且外国投资也开始回流阿根廷。米莱在短短1年内能在阿根廷创造出这样的经济奇迹，其实是有他幸运的成分的。在他任总统初期，他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包括大量削减政府支出，为稳定阿根廷货币而宣布把比索在1天内贬值50%等等，这些措施在当时的确引发了阿根廷更加恶化的通货膨胀，并造成贫困人口快速飙升。因此他当时的支持率也快速下跌了近20个百分点，跌到了50%以下。如果阿根廷的经济在下半年没有好转，而是持续恶化，现在的米莱不但会成为世界左派媒体挂在嘴上的疯子，他在阿根廷的政治生命能否维持到今天都很难说。米莱靠经济休克疗法，成功在短时间内把阿根廷的财政赤字变成盈余，但川普政府和马斯克的效率部该不该抄米莱的作业？这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美国和阿根廷的情况基本没有可比性。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定海神针，它不但经济体量世界第一，而且经济体系极端复杂，而且美国经济相对还是健康的。因此，米莱在阿根廷的成功经验对马斯克来说，主要是精神上的鼓励。未来马斯克会如何运作，来保证他的效率部不辱使命？马斯克能否再次展现他惊人的执行力，为世界树立一个校正低效大政府的典范案例呢？这都将是未来1年全世界屏息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米莱是米塞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信徒，而目前世界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和有积极意义的。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可能存在自发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情况，因此政府应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以稳定经济周期。与之对比，米塞斯主张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重要性。他认为市场的价格机制能有效配置资源，政府干预只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经济效率降低。经济衰退是对先前经济错误配置的必要修正，允许市场自由调整将带来更加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米莱的经济政策在阿根廷的惊人成功带来的另外一个衍生效应是，它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反思，目前人类众多的经济问题，其中一个原因会不会就是我们太迷信凯恩斯经济学理念？人类对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预期是不是过高了？这是不是造成当今世界一系列棘手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政府都是债台高筑到无法自拔的地步呢？聊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话题，我自然想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我在以前的节目中多次提到过，我发现过去这2年，同样的中国经济故事在海内外的媒体上竟然一遍遍的反复上演，基本情节都是中国经济出现了新问题，然后传出风声，中共要出台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了。随后在万众瞩目和千呼万唤下，中共刺激经济的消息或政策终于出台了。最后在一片失望中，中国经济问题不出所料的持续恶化。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内需不足，但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却是个历史长期积累下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包括中共在经济发展高峰期拒绝给中国人建立完善的社会、教育、医疗和养老保证体系，这造成了中国人习惯用大量存钱来购买一个自我安全感。另外，中共强力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目前中国人口进入快速减少并老龄化的轨道，这同样对中国的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中共各级政府又都是债台高筑，面对这样的长期结构性顽疾，中共没有任何意愿，当然也没有任何能力给出实质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次次拿中共政策利好来博眼球，不无聊吗？我在今天节目开篇就提到了，似乎当今人类的各种制度都在老化，人类的主旋律就是寻求各自未来的出路。改变会给人希望，虽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面对着将要到来的川普革命，虽然前路依然坎坷和充满不确定性，但很多美国人似乎至少看到了希望。而中国目前的当权者，他们的关键问题是在一目了然的核心问题上，他们似乎总在回避实质性的改变。因此，中国的未来目前来看，似乎仍然在一条尚未看见尽头的漆黑隧道中徘徊。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说不定突变就在这表面的停滞中酝酿着。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